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出国入境的时候，别人都过得超快，轮到你，海关多看你护照3秒，然后说等一下，你立刻开始回想自己有没有违规带肉干，或者大学时是不是不小心下载了什么非法影片。我们都怕被拒绝进入，怕被说你不够格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天国也要排入境，你排在哪一队？而神的系统会不会说，你哪来的？等一下哦。诗篇87篇看起来只是一篇短诗，7节而已，却爆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天国名单。而且最夸张的是，里面居然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城市。诗篇87篇开场很诗意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是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。这句话翻成现代语是什么？就是神说，我偏心，我就是特别爱锡安。等等，我们不是都说神不偏待人吗？没错，神对人公平，但他对城市的选择是有偏好的。锡安在圣经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，它是敬拜的中心，是与神相会的地方，是神心目中最想安家的地方。这让我想到，有些人出国去很多城市，但有一个地方会让他说，这里像家耶。神的这里像家就是锡安。接着来了一个大转折，像在开记者会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。第4节，你说谁生在那里？拉哈伯象征埃及，巴比伦、非利士、推罗、古时全是旧约时代以色列的死对头。就好像别人以为天国登陆只有教会人能申请，结果名单上看到 ICC 成员、诈骗集团前任，还有偷你点数的人也在列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不是 VIP 名单，这是黑名单啊！但这正是神的心意，他的救恩不是给表现最好的人，而是给愿意来归属他的人。然后你看到第6节就会惊讶，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哪里。第6节，神自己开启了天国户政事务所，还在做登记，而条件是什么？不是你是以色列人，不是你去过多少次圣殿，不是你会不会祷告10分钟以上，而是你有没有在那里出生。那里是什么意思？从上下文看是锡安，但我们刚才不是才说神点名的全是外邦人吗？所以这句的关键在于，不是你肉身在哪出生，而是你灵命的新生在哪开始。锡安成为一种属灵的出生地，你可能在巴比伦长大，在非利士混过，但你可以在锡安重生。最后一节太美了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第7节，有人唱歌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大声喊，因为他们找到源头了。我们一生都在找来源。我怎么这么容易焦虑？我为什么这么需要被肯定？
我到底从哪来？该往哪去？真正的答案不在 DNA， 不在 MBTI， 不在原生家庭，而在锡安，在神那里。你一旦知道你是在神里面重生的人，你就不用再用成就、关系、金钱、掌声去证明你够格。你已经在名单上了。神说，这一个是我的人。诗篇87篇不像那些哭哭啼啼的诗篇，它像一篇古早版本的新闻快报，公布了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好消息。你以为被拒的，神正在接纳；你以为是外人的，神在说你是我的。如果你还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被神爱、被神接纳、被神记录在名单上，别看你过去在哪里出生，犯了什么错，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在锡安重新开始。神已经开门了，就差你说我也想在那里被登记。